我冷淡熊，大熊生化危机。上司说道，大熊被一个巨石强森挡住了去路。当大熊准备往回走，找别的方法的时候，巨石自己动了起来。很简单的走位就躲开了巨石，接着往深处走，看到了出木山。大熊上去打招呼，可是眼前的这个出木山根本不认识大熊，嘴里还说着什么组织之类的，让大熊听不懂的话。大熊问他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梁山好汉黑李逵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爱玩事的阿拉蕾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万和天意的王大锤？神秘男子没有回答大熊一系列的灵魂拷问，掏出手枪射中了大熊。刚准备补刀的时候，身后落下了一个大蜘蛛，神秘男子遭受了攻击，掉到了一旁的洞里。大熊此时也无路可退，只好和大蜘蛛战斗了。好不容易打败了大蜘蛛，从大蜘蛛的身上掉出了一个 C4。大熊继续前行，在下一个洞穴里捡到了一把大口径的左轮手枪。大熊瞬间感觉腰杆硬了很多，之后又看见了刚才那个神秘男子，他长得和出木山实在太像了，难不成是出木山的兄弟入木山？大熊没有多想，接着走，又遇到了一个巨石挡路。哼，就那种速度的炫景，还想阻止冷淡熊我？你在想屁！愛している。成功躲避了巨石，大熊走到了一处死路，在墙壁上安装了 C4， 这里被炸开了一个口子。走近之后，好像来到了一个科研所的入口。大熊用通灵之术召唤来了小伙伴们，进入了研究所。静香和绿川一组守住入口，其余的人探索研究所室内。这样的部署漏洞很大，让两个女孩子单独在一起。时间长了，两个女孩子就会开始聊逛街，聊爱豆，背地里说共同好友的坏话，最后由于攀比和嫉妒分崩离析，你们这道防线自己就瓦解了。大熊来到了一个房间，击倒了数码宝贝，又找到了喜闻乐见的密码锁。在没有了数学课代表和网上攻略都翻车的情况下，冷淡熊凭一己之力，一骑当千，一心一意，一代一代打开了密码锁，得到了小实验室的钥匙，然后分别在几个房间里找到了 X 光片和一把不知道用在哪里的钥匙。用灯照射 X 光片，可以看到一组乱码，这就是后面需要用到的密码。进入小实验室，这里有一台电脑，打开电脑需要密码，通过阅读刚才捡到的信，可以知道电脑的开机密码是这几个字母，然后就是要解开各个区域的密码了。这就是刚才 X 光片上的内容，反正最终密码就是 ADAM，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问就是 ADAM。 大熊一路向东再向南，到达了一个局里局气色调的房间，在这两个桶之间会得到一个密码，在下一个房间有用。这里这个密码好像是随机生成的，或者是每个版本都不一样。如果有观众老爷玩到这里，一定要来自己看一下密码是多少。来到下一个房间，输入密码，再下一个房间的门就打开了。来到下一个房间，要启动电脑必须有钥匙卡。这种传统 RPG 游戏让玩家反复跑来跑去，说好听了叫解谜，说白了就是累傻小子。返回小实验室的那个房间，再往西走，这一排屋子的最后一间，找到钥匙卡，再回到电脑前启动了电梯。刚准备上电梯的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大熊，是出木山。他告诉大熊，我找到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，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偷偷给你看一下我的宝贝。出木山路上告诉大熊，造成这场灾难的是 T 病毒，被病毒感染的人会变成行尸走肉，为了维持超快的代谢速度，他们必须不断的进食。大熊打断了出木山，对他说，你小子看不起谁呢？谁还没玩过几代生化危机？我行尸走肉已经看到最新一季了。出木山沉默了，俩人继续前行，来到一个大房间里，房间的正中央摆着一个大型的密封舱。大熊透过密封舱的玻璃仔细一看，密封舱里装着的居然是出木山说必须要毁灭这个怪物才行。面对宇宙帝王，大熊要如何应对？我们下次再聊。我是冷淡熊，我们下一次见。